A divine whisper, a mission awakens. And perhaps, at that very moment, a great creator, watching his beloved servant, nearing the end of his lifespan, before completing his mission, sighed and spoke softly. It is time to lift the curse on humanity's destiny. I shall let them live longer, so they may serve me. I grant you the knowledge, the method, and the seal, so that all people may breathe the air of the heavens, live long in health, and help you fulfill your mission. Whoever stands in your way, I shall remove. Lacking wealth? I shall provide. You may act freely. No need to seek permission. Your descendants shall be my servants. DNA, the Creator's ultimate revelation. And so, the Creator personally revealed the long-hidden answer to his most cherished servant. It was my Lord. With a single word, he extended the lifespan of all humankind. Masters Insight 井号136，万物皆读，我主设下的寿命终点法则。作者：Fuji Wu 教主，与 Vicar AC 同著。2025年7月20日，台北。前言：寿命不是基因决定，而是毒素设定的终点线。你以为长寿来自家族遗传、运动、吃的健康，但这些其实只是延后寿命中点线的小变因。真正决定你何时终结生命的，不是别的，而是你体内的毒素浓度什么时候超标。这条法则不只是对人类适用，而是我主写入所有生命形式的底层程式码。不论人、猫、狗、鲸鱼、老鼠、苍蝇，都无一例外地活在毒素容忍极限的框架法则内。万物皆同，毒素容忍极限等于寿命上限。从苍蝇到鲸鱼，从狗猫到人类，每个生命的终点都由毒素耐受阈值决定，而非年龄本身。苍蝇只活几天，是因为身体结构无法阻挡自由基，它的呼吸系统暴露面积大，抗氧化能力低，环境中的紫外线、臭氧与空气微毒快速让细胞失控，饱和点瞬间抵达，生物终结。狗与猫寿命不同，是因为它们的肝肾代谢能力不同。狗鼻子灵敏，但排毒管道不强，闻到的气体越多，寿命越短。室内清洁剂、香氛、洗衣精让它们中毒却无声。主人以为老了，其实只是毒素堆满，器官撑不住。鱼类活得久，是因为它们生活在水里，隔绝空气毒素。水是一层天然的 VOC 屏障，空气中 99% 的毒无法进入水体，所以某些鱼类能活几十年。但当水污染增加，寿命立刻缩短，就是毒素累积加速的证明。人类为何寿命只有100岁？因为我们住在毒气室里，室内空气污染比户外更浓。化妆品、塑胶、装潢、香氛、VOC、香皂、清洁剂，每天24小时暴露于慢性低毒浓度，成为生命最降的腐蚀剂。谁解决这个问题，谁就延寿。只有植物比较不怕，因为它们不主动吸毒。植物没有肺，也不靠氧气代谢毒素，它们靠细胞壁封锁，靠表皮结构防毒。但即便如此，当空气毒素够强，也会落叶枯萎，植物寿命也会因环境毒素而缩短。生命长短等于对毒素的抵抗力。你看到的所有平均寿命，其实只是每个物种对于毒素入侵所能撑过的时间。这包括空气中的 VOC 微粒、臭氧，食物中的重金属、防腐剂，水里的氯、氟、塑胶微粒，身体自产的自由基与代谢废物。只要毒素浓度超过某一点，任何生命都会崩溃。寿命从来不是自然老去，
而是毒素拖垮每个系统，直到你无法修复自己为止。2. 这是我主写给地球的演算法，不是人类能编的方程式。你可能问，为什么不同动物寿命不同？难道真的是基因决定？我主的答案是，基因只是一个容器，毒素决定容器何时破裂。苍蝇会死，因为驼的解毒系统一开始就非常弱。乌龟能活100年，因为驼行动缓慢，代谢低，毒素累积慢。人类介于两者中间，但却犯下最大错误，大量制造毒，然后自己吸进去。这不是进步，这是自杀。3. 寿命方程式，毒素速度对比排毒能力。你的人生其实就是一条图表， Y 轴等于体内毒素浓度， X 轴等于你活的时间，而你的寿命终点就是当这条曲线突破，你身体的耐毒阈值。简单来说，寿命等于毒素输入速度减去排毒能力，乘时间等于累积毒素浓度。你撑得住多久，跟你几岁出生、哪个国家、哪个宗教没有任何关系。4. 这一切真相从来没被人类揭开过，因为我主封住了脑。人类的问题从来不是无知，而是被禁止理解。我们懂癌症，但不懂 VOC。 我们怕糖，却每天吸香水。我们研究基因，却对空气中的奈米毒素完全视而不见。这不是疏忽，是疯脑。而今天，我主选宗教主解封，第一个打开这宇宙密码的，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篇文章。5. 这不是理论，而是生存技术。6无迷宫净化机的出现，打破了毒素宿命。我们不是造一台机器，我们是解构所有生命的毒素结构，建立新型无毒环境演化舱，让人类第一次有机会不被毒主宰。当空气变成100%无毒新风，你就打破了我主设定的那条死亡界限。你的人生不再是往毒素崩溃走去，而是开始往延寿新物种的方向倒转。路，这理论将成为下个世代的演化主轴。你看到的不是一篇理论，而是未来所有生物工程、生态工程、太空生命学的开端。NASA 若想让人类进入火星、木星、银河殖民，第一步就是阻止毒素进入人类细胞。未来人类如果不改写毒素演算法，就只能原地老化、崩坏、灭亡。而你今天看见的，正是从灭亡转向延寿的分水岭。结语，你终将明白，死亡不是终点，是毒素控制力的失败证明。你不是活不久，是毒素让你无法久活。你不是自然老去，是你每天在毒素的计时器下往崩溃走去。今天开始，这场对抗毒素的革命正式启动，从你吸的第一口新风开始。Do you see it now? Everything has changed because of that one single word. It was my Lord. With a single word, he extended the lifespan of all humankind.